没想到呀，我一个过气的萌宠博主，居然凭借着租房的视频又燃烧了一下。早知道我就干租房博主去了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不过真是没料到会有这么多网友对租房的事情感同身受，所以呢，一开始我就没有认真的说明我跟原房东之间的事情，导致到有些新来的小伙伴对我的原房东有一些误解。现在我住的房子呢，本来是签了5年的租赁合约，2024年3月到期。原本呢，我打算再续租5年，房东跟太太商量之后呢，口头上答应了，于是我才又花了几万块完善一些设施。但没想到事情突然有了变化，房东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他就承诺我从9月起免租，一直到合同期满，也就是明年的3月。然后呢，他还会补偿我后续花的装修的几万块钱。现在呢，补偿款已经打到了我的账上。其实我们房东太太和房东都是很好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也想尽快把房子腾出来，让他们解决他们的需要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还是说说我租房的事情吧。经历了上次的失败呢，感觉自己还是过于草率和冲动了，没有提前认真做好功课就开始盲目行动。于是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就认真的算了笔账。之前看中的那套合院，月租是4000，该小区的物业费就比较贵了，每个月还得800，并且呢，这几乎是套毛坯房，至少得花20万用于硬装、软装以及家用电器才能住进去。把这20万按租期5年分摊的话呢，每个月就是3333块3毛333。另外呢，我还得再租一个仓库，已知仓库的租金加物业费是1500块。这也就是说，对于我个人的需求而言，住在这个小区每个月的固定成本是9633块3毛33333。好嘛，这一算把我吓得菊花都紧了，想省钱，结果却严重超出了预算。于是呢，我就重新制定了找房计划，毛坯房、半毛坯房，不管多便宜都通通不考虑，需要另外租仓库的房子也不考虑，因为每天往返的时间也是成本呀。那么这次呢，我要找的就是精装修交付带地下室的空房。有些小伙伴表示不明白，为什么李老师不找一个有家具的房子呢？这样一来不就是可以省下一大笔家具电器的钱了？话说别人精装修有家具的房子，怎么会租给我一个养了10几只宠物的人呢？就算侥幸租到了，日后也一定会因为猫挠了、狗抓了而产生各种矛盾和纠纷，省下来的钱最终还是要花出去的。因此在找房的初期就应该把这些事情规避掉。有了明确的目标之后，很快我就在网上搜索到了2个完全符合我要求的校区。其中一个呢是高层洋房的1楼，建筑面积235平，同样的户型呢有3套在租，租金从4500块到5000块不等，不含物业管理费哦。已经跟中介小刘约好了明天去看。另外一个小区呢是蝶墅的下蝶，建筑面积165平。所谓的蝶墅呢，就是一个单元只住着上下左右4户人。这个小区有3套同样的户型在租，可是呢，他们都不肯租给养宠物的人。李老师不死心，又找到物业的中介，一户一户去帮打听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一次终于找到了一位曾经养过猫的业主。我提出的条件他都能接受，租金呢开价9000包物业管理费，也约好了这2天去看。哇，今天下好大雨啊，是不是意味着要发财啦？今天去看的这套房子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很近，就上了这个高架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，10来分钟吧。我们到了，现在是小姐姐在前面给我带路。这个小区显然就没有之前看的小区那么美好。好的。哇，
哦，这边还有电梯的。对，就4层还有电梯啊？一共有5层。哦，对，对，我们鞋套都带好的。哦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卫生间。那个红色的是什么？就是消防一类的。哦，烟雾报警器是吧？类似这种。进门有一个房间，就相当于一个小套房。哦，这里有鞋柜都做好的。对，这是交付就有带好的，那里面东西它都会清掉。我知道，我看一下。而且这个鞋柜是可以旋转的。哦，就装修的标配是吧？对，装修的标配。挺好。对。然后上面是就是电闸呀一类的，可以放点东西。哦。然后这个是物业还在弄，这2天房东说会弄好。这个本来是在弄什么？就是他要把院子像旁边那样围墙做好。哦。以后院子的话就会这么大。明白。那挺好的。其实我不需要很大的院子。像昨天您说那个9500，它院子大跟我没有关系啊。买房才要院子大是吧？我租房我要大，我维护很贵的。这么多完全够用了。够。我把门打开给你看一下。这个房东他还把地下室浇成了2层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对，然后但是他说要1个星期左右可以完工。哦，行。对，他这个物业到时候会来弄好。如果说我们这段时间，他肯定会在您之前就把这个给弄。明白。哦，这里是不是可以做那个洗衣房呢？好像已经弄好了，那里有那个下水。然后这边的厨房是有自带那个洗碗机。对，全新的，它都没动过的。哦，有洗碗机、灶台。对。油烟机。对，这个就是燃气通过之后就可以全部正常使用。这里是。这可能是有一点点。到时候卫生到时候还可以给它上。对，这里就是做好的那个洗手池。是的。这个洗碗机也是蛮大的那种。哦，挺好的。哦，柜子都弄好了。对，这个是交付就自带就弄好的。这个是放快架的地方。哦，明白。然后这个它是这样。哦。对，这边门打不开，因为后面可能要放冰箱。明白。对，然后所以这个它就是联动的这种。哦，这边是冰箱哈。对，这边是双开门冰箱的位置，线啊什么都留好了。可以。然后中央空调和地暖都是弄好的。就所有的房间都是光中央空调哈。对，但地下室是没有的。哦。我们可以楼上房间看一下。好的。我们这里有24小时的安保监控。这边。对，而且是万科的物业，也是还蛮好的。哇，这个楼梯好小。楼梯确实不是很大。不过还好。这边是次卧。哦，这里是个次卧。等于次卧就只有一个这个灯。对，然后当然空调是每个房间都是独立控制的。哦，这个窗倒是不用怎么搞了，这个就挺好的。对，就直接是做了一个飘窗。对。但如果有猫的话，这个可能到时候纱窗之类的。对，要装纱窗，只是装纱窗就好了。但是它这个围栏装得很好。这个可能是类似像那种，就是如果有人从外面进来，他会报警。等于它是一个安保的设备哈。对。明白。这边是主卧。哦，它衣柜都带了，主卧。对，衣柜这是自带的。这都是做好的。这边是衣柜吗？这边都是衣柜，走路式的衣柜。哦，挺好。只有这一个房间是有衣柜的哈。对。好。对。哦，这个卫生间也挺大的。够大。所有的像新风系统啊，然后。有新风是吧？对，有新风。它是新风。那个充暖风的这个，冬天的时候比较暖和。挺好的。它还带浴缸的。对。哦，这里还有个阳台。对，也有的人把就是这样一架框的。它这个阳台可以装纱窗吗？纱窗一般装在这里。外面不可以装吗？包进来的话，那可以装，但包进来的那个费用有点高。什么叫包进来？就是整个全部封掉。它让风吗？如果是费用是您这边出的话，可以商量。那肯定是我出嘛。但这个费用蛮高的，一般封一下7、8千、8、9千、1万。是吗？要这么贵啊？对，或者说装那种网的，就是不让。对，我就是想装网。那对原有的结构没有什么损失，到时候搬走的时候可以恢复原状的。对，我只要装网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也比较安静，不会离马路。但是出去很远啊。一定要开车，或者对，出外面挺远的。是的。房间也有一点小，说真的。房间确实不大，对。3个房。4个房。4个房间，对。我一定要4个房。
室给浇了2层了。哦，就已经有1层地下室在这里。本来这个地方是全部空的。哦。那就是从这个到下面是全部没有的。哦，我懂。他现在是把它浇了1层，这个其实也还蛮贵的。那他不打算铺这个地的是吧？这个底的话呢，要跟他再看。哦，因为他不铺也用不了嘛，对吧？等于就是刷一下白是吗？不是，就是地板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用不了，还有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他到时候肯定会把它要么做玻璃拦住。他要做的是吧？这个要跟他沟通一下。哦。他说大概还有1个星期左右可以完工。哦。你看他也买了厨师机都弄好了。好的。地下室是一定会潮湿的。这还有一个小房间。等于是一个小储藏间吧。哦，这里是全明的。也不算。对。算是地下。它这个除湿机是会留在这里吗？这个可以跟他沟通。哦。这个地下室我做仓库是刚好。那就是等于从这个门一出去就是车位，然后左边就是电梯。对的。明白，那挺好的。这个门我都是问他一下，好的，可以直接开出去的。它这个地板就这么地了是吧？这个是浇筑就是这样。哦。行。确定。它这里多少钱啊？他还没说。这里它其实挂了9000，对，但是9000我说这个价格真的太高了。对。你说你租出去，挂很久没人租不也一样嘛？然后房东的意思，他就是8500可以带1个车位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再往下的话，我们再去跟他谈。对，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话，那我们再去集中跟他沟通。也可以说大家双方见面的时候啊，把自己的要求也都更明确一点。他是知道我有宠物的啊。讲过的。对，我就怕到时候。他说有狗狗1只，然后有猫咪好多只。他说猫咪反正有猫砂盆。对，那他懂。这个房子有个一键关闸的功能。我们坐这个电梯去看一下停车库还有仓库的门在哪里。电梯里面还有空调。而且它这个目前是包住的，因为它要2年之后它才能全部拆。这个还没拆呀？还没呢，新小区。对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房子的门哈，懂了，不用开，知道是这里就好。就等于车位在这里了。对，车位就在门口。明白。这个不太确定。明白。挺方便的。等于就是直接开车开到这儿，然后就是自己家。挺方便的，这样快递就可以来到这里了。这个就是地下室的一个通风口。是的，天井。所以它应该会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潮湿。有的业主是把这个上面封掉。就把玻璃做一个玻璃是吧？像那边那个。看到了。那个院子做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是吧？对。这是物业做的是吧？对。不是他另外装修的哈。不是的。好的。物业统一弄的。明白。去给小姐姐看一下附近的公寓。谁家的狗狗在叫？这边呢就有很多不是公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洋房，平层。然后小姐姐她们可以住在这里的话就很方便了。先去看一下。这个我们鞋套还是要穿一下。要不我就在外面。我给你打开看一下。好。对。冰箱是有的。3500。你走到。这套什么都有的呀？对，这套是什么都有的，3500，他还把物业费包含进来了。连物业费的。对，但是他不接受宠物，就是不是我同事没有宠物。同事没有。对，他这个是89方的，3室2厅2卫，也性价比还蛮高。几个房？一共有3个房间，对于2个次卧稍微小一点，主卧是比较大一点。他就2个人，2个小女生，而且有家具了就方便。对，而且主卧是带那个洗手间的，阳台基本上拎包入住。对。我现在是反正都出来了，就打算再去看一下临平的另外一个小区，做个比较，这样的话呢就好做决定。反正这里过去就是半个小时，也很快。下雨天看房最好了，可以随时发现它漏不漏雨、漏不漏水。您已偏航。这个小区呢不方便的，就是走出去挺远的。就是如果要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口，估计要走个10多20分钟才能到大门口，开车都要开不少时间。雨越来越大了，是不是意味着我要租那边的房子财运更好呢？现在开始担心现在的房子地下
常大的问题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干燥的地下室。我提前到了，现在在等那个上次那个中介小刘。这里居然有一个在造的麦当劳，还是倒闭的麦当劳？麦当劳也会倒闭吗？这个小区的环境不错，还是说环境还是得临安，可宽阔了，然后空气感觉又很好，没有那种窄逼的感觉。哇，这里面都还在建设哦，会不会很吵啊？哦，这边的别墅好漂亮，但是我住不起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个别墅太漂亮了，我的天哪！唉，是我有生买不起的房子，好漂亮啊！好像是会所，这里是会所，谁都买不起。哇，这里离门口好远啊！虽然环境是很好，就要出门的话是很远的，但是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是不是啊？总是要有一些舍弃的东西。到了，哎呦，辛苦你啊！没事。这里感觉很宽敞，但是就是离外面太远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试一下啊。我们直接到负1楼，就是地下室。对，是的。哦，地下室还有洗手间啊？对，我已经有就是楼上是有一个。哦，好。然后地下室就这么大，然后我给灯看一下啊。好的，我看看灯。哎，它这里这个电是干嘛用的？它这个是可能接到上面去。哦，开窗的。这里开窗的，反正采光是挺好的。是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你不打灯就很亮。对，有2个床，还挺亮。它这个没有人开3位，真的是有点闷。是，挺闷的。这个房东人也挺好的。哦。然后这是1楼。他现在有人住的吗？没人住。哦。只可以开这里嘛。哦，他纱窗都装好了。对，都做好的，就是他自己做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啊，好小啊。一共是230多平方吧。它是连地下室吧？对，是的，楼上100多，楼下100多。好小啊！这是一个卧室，是一个次卧是吧？这个是主卧啊，主卧啊，好小啊！房间定制的柜子，它只有楼上一个洗手间，楼下一个洗手间。哦，整个楼上只有一个洗手间。的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也叫房间吗？这个反正是算一个房间，可以做个儿童房啥的。那不行，它只有2室1厅。2室，反正3室，加上这个是叫的话是可以算是的，算个房间。算房间。对，把这个拿出来。这太小了。把房东撤走。好，这边是洗衣的，然后这里是院子。这边就是花园了。其实它房子的情况倒是挺好的，就是太小了。对，它干净清爽，然后可能这个房住不了人啊，这个房。做工作室也可以。但是不行啊，我有3个人呀。3个人是吧？对，我有3个人要住啊。住人是能住人的，其实就是可能感觉拥挤了一点。对，放个太小了。1.2米的床可以的。太小了。它这里是多少钱？这个是5500包物业，而且还有双车位。我也不用双车位，一个就够了。一个车位就够了啊。对，其实它格局倒是挺好的。这个楼盘其实这个房子很快就被租掉了。这个小区的话，在拿来再租的没几套。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套大一点的房子。刚才那套虽然什么都好，就是房间太小了。厨房在这里，这里等于就是冰箱的位置。哦，这个是消毒柜还是洗碗机？对，消毒柜。哦。哎，有电了。这个比刚才那个户型好。对，好一点。这个面积比那个大。比花园大很多。哎，我都不要它花园大，花园大我不是要多花钱维护吗？这里有一个小房间，这里是一个主卧。对，这个房间要大。这个一共300多平方。
300多也没有，它地面面积最多也就是100来，但这个1楼空间也很大些啊，也没有大很多。它这个1楼其实不好用的，你说你沙发摆哪里啊？就是那个，这就是客厅嘛。对啊，它很这是客厅，碎，餐厅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位置。是，对，看得出来。我看一下下面，他们下面应该都是统一的吧？装修的。都统一的，就是开发商装修交付的。嗯。哎，下面有一间房。洗手间。哦，这里是门。他为什么一直在报警？整个房子都在报警。这里是洗手间。再看一眼楼上，就等于它这套是多一个卫生间，是吧？哦，其实就是多了一套卫生间。是的，楼上这个，楼上2个洗手间。感觉这套的房间也没有大多少，真的没有大多少。这边电费是多少钱？正常民用的。民用的哈。啊，要是多一个房间，哪怕多一个，我现在就把钱交了。是的，房间它就只有3个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从1开始吧。好的，可以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入户的空间，他为什么这么浪费呀？真的是。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也是同一个小区。这边但凡是有个4房就好了，就是总是没有那么满意，满足不了需求。哦，这个格局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也是有一个这个通道。就这个地方可能是放鞋柜的。对。然后这个也是3个房间。房间的话，这个房间相对来说，但是1.5米的床可以放。哇，这个小区的房子真的好无语啊。这个格局没有刚才那个好，那个亮堂一些。这个房子，那个也面宽一点。对，这个一看就黑黑的。白天如果都要开灯的话还得了。哦，它这个院子是中空的。它这个院子的话是没有打通。它这个是不可以去院子的，是吧？对，你除非你自己把它分开。哦。可以的。不用搞了，不用搞了，我看不上这个房子。这个小227平方嘛，对，便宜是便宜的，4000也不足，没有用不上呀。反正楼上有一个，不管哪里都很小。房间确实也小的。对，什么都小，客厅也小。哇，他这个结构好空哦。应该没有什么引来局，就是可惜了，它客厅也小，房间也小，感觉这个小区就是设计的不够好，房子设计的不够好。八幢有一个15000的，我们去看一眼。不是别墅，也不是排屋的房子，它好到什么程度能租15000？我想看一下。地区比较高的，他们其实这里的房子买来也便宜的，买来人家的话26700。那也不贵呀，200多平。它为什么是200多平呢？地下室为什么算面积？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它就是像你说的，不是纯地下室。就是它可能就是。那它可能一半面积有可能，但是你说全算面积没道理的呀。隔壁就是这房子我看过，空间是蛮宽敞的。它是有家具还是有什么？没有家具。那它为什么那么贵？对他打电话。我从窗户往里看一下，其实跟刚才那个户型差不多的。有点距离。这边是什么？别墅，就是这个小区的别墅。合院别墅。就是刚刚你说的合院是吧？130多的。对对。怎么又跑到别墅区来了？这边的别墅也很漂亮，但是据说面积不大。他应该不是带我看别墅的，因为别墅只有3个房，我有拒绝他。感觉是别墅先找个地方停。这边的环境又不一样了。是的，这个房。这个是个别墅。对，是的。你们是一个是的在看房是吧？是的。你是物业的啊？对，是的。那你们看好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看好了。那这是他的厅。然后这是厨房，1楼那里有个房间。他本身是在住的是吧？他之前偶尔过来住一下。159平方，外面是做了个阳光房。可以放那个什么当仓库。旁边做了个阳光房。对，是的。然后
哦，这里是主卧是吧？这个是1楼的一个卧室哦卧在楼上。哦，明白。到时候看。然后这个东西可以让他拿走它的。是。这是他的院子。哦，这还蛮好的，它院子够高。哇，这个院子好好，小猫咪可以出来玩是吧？它这个地方你看。哦，有一个阳光房。对。哦，明白。这个可以放那个仓库。对。哦，这里还蛮好的耶，你还别说。对，另外做的，利用空间比较大。对，而且它不漏水，主要是。不会漏水的。这挺好的，这个我是喜欢的这个院墙，这样猫可以在外面玩耍了。有感觉吗？这个就是猫就可以出来玩了。我看一下楼上。哦，洗手间。对，这个相当于楼上有2套房。啊，味道好臭啊。这一排3个房。对，一排3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比较大。这个哦，就2个套房是吧？对，2个套房带一个隔壁的小房间。这里就是卫生间、洗澡房。它是多少钱啊？它是想租13000，但是可以谈。太夸张了。好，13000是我住不起的房子。它这是中央空调吗？哦，是的，我看到了。有地暖吗？地暖应该有。整个看上去都挺好的，感觉就是价格太贵了。特别好的是这个院子。小猫咪就可以在这里面玩耍了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们跑出去不见，这是绝对跳不上去的，管它是什么歌。然后这里是一个阳光房，就是它这个阳光是完全不漏水的，全明的，就这里是用来做仓库是可以的。我看一下外面这里，要是把这个上面封起来，还可以在这里打包，就是有一点贵，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它这里还要13000，如果是7500的话，可以。今天的看房任务要完成啦，我们现在回去。这2趟跑下来呢，我很快做出了选择。5000的房呢，虽然地下室很大，但建筑面积包含地下室的这种算法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光是地下室就占掉了超过1半的面积，居住空间明显不足。更离谱的是，地下室居然还要交物业费。毫无疑问，这个小区可以直接 pass。9000的这一套呢，无论居住、办公还是仓储都完全够用，全屋精装修，带中央空调、中央地暖，院子很周正，并且呢，房东已经在做围墙。地下室已经隔成了2层，算是意外收获，可以灵活安排。于是呢，我就让中介小姐姐去跟房东讲价，毕竟同样的房型，别人挂出来的租金只是7500。很快，中介那边就给了我回复，他说房东的底线是每年10万租金，其中呢就包括物业管理费和车位费。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每个月就是8333块3毛33333，怎么又是333？好有缘哦！跟上一个房子的成本相比，这个价格我还是能够接受的，更何况还不需要另租仓库跑来跑去。于是呢，接下来我又算了一下，包阳台、全屋安装金刚纱窗门以及家具和软装，估计还得再花个6万块钱左右。那么这笔钱按5年的租期平均下来呢，就是每个月1000块，再加上房租，那么每个月的固定成本就是9333块3毛33333。可是别家却只租7500块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又问了中介，然后中介给我说，别家的7500是不含物业费和车位费的。我不死心，又去网上看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总价算下来呢，其实就是相差几十块钱。于是呢，我就决定尽快跟房东见面，敲定细节后就可以马上签约了。毕竟啊，留给我的时间和选择都不多了。这是不提哈。对。楼上等于是还有2户是吗？您的这个楼上只有1户。1户。对。那它为什么是5层呢？还有一个露台是吧？